我们讲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说，对于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重新的思考。那么，沈志华教授以及一群和他志同道合的学者，这些年来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做这个重读反思的工作。沈教授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也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那么他兼任的工作还有很多，还有包括这个冷战史研究的中心，他自己办了学术的基金会。那么沈教授在这些年在学术界非常的活跃，著作等身。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我这里不详细介绍。那么05年那一次，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沈教授的传奇经历。我说过，沈教授是我们史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另外一种说法，说沈教授是一位有钱又有病的历史学者。那么他的病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可以下次再探讨。但是我想他对历史学的执着，对于挖掘历史真相的执着，是值得我们敬佩的。那么他研究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希望通过第一手的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来发掘、重建历史真相。90年代初，他曾经到前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他到俄罗斯去。花了很大的力气，下了很大的本钱，收集了一大批前苏联的档案和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那么这些资料呢，现在非常珍贵。但是沈教授一方面是不在尽量的整理出版，另外一方面不能出版那部分，凡是世界各国学者有需要的，他都无偿的提供。那么所以像这样的学者如果有病，我想，我觉得我们历史学家还多点有病的人比较好。现在欢迎沈教授给我们讲讲。我那个没病啊，有病就不站在这儿了，钱也快没了，因为都资助给人家了。好在现在去了华东师大，政府给份工资吧，啊。我那个研究历史啊，主要是出于兴趣，因为这个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包括苏联史，这个过去看到的东西几乎都是不能相信的，所以我要重新研究。对，而且现在出了新的材料了嘛。有新的档案嘛，所以这个历史呢要重写，你们呢也要重读。我们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介绍给这个大众，否则的话，你这个工作几十年毫无意义嘛，就抄来抄去，吃别人嚼过的馍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重读是非常有意义的。重读的前提呢，就在于我们得重写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呢，最近几年吧，我们大概有5年、5、6年了，在搞一套这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共有10卷本，今年年底呢，也许能出版个5、6卷，明年上半年就出齐了，是这个国内一批都是重档案的。重史料的这个史学家写的，我们的基本的方针就是要把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真实的、客观的、详细的介绍给读者。那我本人写的就是1956年、1957年这一卷，这一卷我大概写了有60多万字，其中注释就10万字，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的每一个证据、每一个这个描述
都是有档案文献做依据的。为了搞这段历史，我大概跑了10几个省的档案馆，因为中央档案馆进不去嘛，是吧？所以只能往下走。其实呢，我发现在各省档案馆里有很多很好的材料，譬如就说这个整风反右，基本上中央和各省之间来往的这个文件都可以看到。就是所有中央下发，只要是下发的文件，在各省档案馆里都有，而且呢，还有这个当时因为各省都成立了一个这个整风办，那么各省整风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记录都可以找到，还有后来处理反右后期处理这些右派的一个一个的案例方案，让教育部提，让北京市委提方案，然后中央怎么改，这些材料都有。所以我相信，我写的这部就是第3卷吧，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讲的整风反右，应该是把这个历史过程描述的是比较清楚的。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比较多的是根据回忆录。根据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经历，当然那个也是很动人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不能光看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口述的历史或者回忆的，因为那可能会受到一种情感的影响，可能会有误差。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来讲讲我的那个研究的心得啊。这不一定正确，我说我尽量客观，尽量能找到的文件我都找来，但是毕竟每个人的理解这个看问题的角度啊，分析的方法可能会有不同，所以呢，我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我的结论呢，我们最后是不是有点时间要讨论，是吧？我再讲我的结论，因为57年这个事儿啊。这个在共和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它就是 No.1；有了文化大革命，它成第2了。但是这两者之间呢，有密切的联系。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毛泽东第1次这个运动，他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又发动了第2次。大体上的这个逻辑的联系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第1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大家可能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了，因为反右啊，这个事情对这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民主人士印象太深了所以国际上这个国外学者呢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呢描述呢也很多。现在大体上有2种看法，总的来说一个看法是官方的目前中共中央的一个说法，什么呢？说这个反右原来毛泽东的想法是很好的，是要这个整顿党内，这个希望知识分子呢、民主党派帮忙，但是后来这个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其他的都不是。虽然如此，这个运动的性质还是要肯定的。这是目前官方维持的一种说法。因为大部分后来确实都给平反了嘛，它不叫平反，叫做改正。但是呢，还是对这个问题呢，不希望大家再多想了。今年是什么日子？50周年，大陆有条规定，反右一概不许提。我大概写了3篇文章关于这个问题。有2篇呢，但是写的真好，但是不能用。
有一篇呢用了，为什么？因为里边没有反右这俩字儿。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讲，他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问题啊，很心虚，很担心人们翻旧账。其实在我来看，这个也没什么啊。你过去发生50年前的事儿都不许提啊。档案是30年解密，所以30年以前的事情都作为历史，都是可以研究的。啊，这是国际惯例。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对反右呢，就是在国内，在大陆也是比较流行的，就是认为毛泽东呢从一开始就设了一个阴谋，啊，因为这个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担心中国也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呢，他要先把这些知识分子当中的、民主党派的当中的和这个社会当中的反革命分子，给他像钓鱼一样把他钓出来，然后给予打击。这就是反右的整个过程。所以，知识分子也好，民主党派从头到尾就是上了一个大当，哎，因为他们又信了共产党一次，最后自己遭难。这个想法呢，的确反映了很多人的情绪。从一会儿我们讲这个过程来讲，从逻辑上嘛也还说得过去，因为毛友确实有类似的说法，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还是太情绪化啊，没有把这个事情的本质搞清楚，没有把这个共产党执政以来他究竟要干什么，他想怎么走这条路，没搞清楚。我下边来试着我来解读一下这个整风反右。当然，整风反右过去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就是一回事儿。整风就是为了反右才搞的，给共产党整风嘛，最后是反这个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右派。其实，在我的研究的结论呢，它还是两回事儿，而且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所以我这个问题呢分两讲，第一次讲整风，第二次讲反右。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整风。整风的目的呢是整共产党，反右的目的呢是反民主党派、反知识分子，所以它目标就不一样。第二，方法也不一样。整风按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是和风细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嘛。反右呢是暴风骤雨，所以方法也不一样，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事情。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整风？这个事情啊，从早了说，他刚进北京的时候就有这想法。7.2中全会，这个在这个西柏坡开的时候，其实毛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马上就要进城了，马上就掌握政权了，希望大家读一读这个李自成李自成的故事。就是当时这个郭沫若写个《甲申300年记》，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李自成怎么拿下北京以后，没多长时间，因为队伍的腐化，最后失败，被人赶出了北京。所以他说，我们这个进北京的是赶考，看你共产党到底能不能坐稳江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支队伍要保持与革命的性这个清廉，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样子我们就能坐稳江山。这是毛呢，他刚进城的时候其实就有这种想法。那后来进了城以后，夺取了政权以后呢，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巩固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反这个三反五反啊，什么镇压反革命啊、肃反啊、土改啊，这个包括搞这个3大改造
啊，就工商业、这个手工业、工业三大改造，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当这些事情都完成以后，还有一个结论，认为主要的敌人、主要的这个政权不稳定的因素呢，已经消除了，没有什么问题。剩下来干嘛？就要搞建设。但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个问题，出了个事情，什么？就是波匈事件。但是波匈事件的情况，因为上次2年前我讲过了，我这里就不细说了。简单的说，就是苏共20大以后呢，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新的想法，就是要改变这个过去斯大林那种对社会特别严密的控制啊，就讲这个国内问题啊，当然国际上搞这个和平共处，国内呢就要放开，搞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搞一系列的所谓新方针。但这一放开，这一批判斯大林呢，引起了东欧的强烈的反响，因为东欧的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斯大林给派上的。那么这样子呢，在东欧呢，领导人和群众和党之间就发生了一个冲撞，于是就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那么特别是匈牙利事件闹到了这个老百姓拿起武器上街，发生武装冲突这么一个地步。那么这种时候呢，毛泽东呢就支持赫鲁晓夫采取了镇压的手段，把这个起义或者革命或者是暴动给镇压下去了。这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深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啊，他怎么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呢？这个说不通的呀。那当时帮助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谁啊？是刘少奇。刘少奇从这个波兰事件开始，一直到匈牙利事件，一直在莫斯科。然后他回国以后呢，中共召开了8届二中全会，就是解决这个怎么认识这个匈牙利事件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体会到或者才感受到一个严重的威胁，什么呢？就是即使你把反革命全杀了，你把地主富农全给镇压了，把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全清除了，这个政权仍然有丢失的可能。谁会来夺取这个政权呢？是老百姓。因为波兰和匈牙利都不是外国人或者这个国内的反革命军队起来这个闹事儿，是老百姓起来闹事儿，老百姓直接反对执政党。所以在8届二中全会呢，刘少奇他们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得出了一个最根本的结论是，这个政权仍然有得而复失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呢，就在于群众反对党。那么群众为什么会反对党呢？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个问题，这个毛泽东有一套想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们有一套想法，这个不太一样。那按刘少奇的讲法啊，就他认为这个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呢，群众为什么反对执政党？是因为执政党的政策方针出现了问题。啊，你不给人民说话的机会，你不给他民主，你不让人家好好的生活，一天到晚搞那重工业、军火工业，这个轻工业、农业忽视不顾，最后造成这个食品供应紧张，这个日用品供应紧张，这个老百姓他是不满，没饭吃，没房子住，说话又不敢讲，他当然不满了。那么日积月累，一有风吹草动，这个老百姓就会起来闹事儿。所以他认为，包括周恩来、陈云都认为，重点是调整党的方针政策，改变这个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改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个，关键就是经济方针错了。
因为共产党自从执政以后，就学的苏联的这套，叫什么呢？叫优先发展重工业。当然这一套这个理论过去一直是所谓这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之一，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你只有了重工业，你才有军火工业，你才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武器弹药来防止敌人的进攻，来这个颠覆你的政权啊。第二，你有了这个重工业，你才能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才能制造机器啊，你才有燃料啊，有动力啊。所以这个是当时从苏联15计划开始，一直到战后，他这个经济计划的一套理论。后来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学了苏联这一套，那也是这样搞。那么这么搞呢，它必然有一个结果，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轻工业发展这个滞后，农业发展滞后。不但滞后，而且这个农业和轻工业都要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就是积累和分配的比例也要偏重积累，那么自然又是减少这个社会生活用品的这个生产，人民生活用品的生产。所以周恩来提出说，这个15计划呀，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小。主要就是这个比例失调。陈云也是这个意见，所以他们主张呢，1957年要重新调整，要加强轻工业，把人民的生活搞好了，你再让他有地方说话，有这种自由的感觉，他就不闹事儿了，是吧？所以他们这套说法呢，毛泽东是不大同意的，因为在毛看来呢，波兰匈牙利这个发生这个事儿，主要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搞好，杀人杀太少。所以刘少奇讲话的时候呢，他就，比如刘少奇讲到说这个越南土改杀人太多了，毛就说，我看不多，我们土改我们正反杀了70万人，说匈牙利出事就是因为杀人太少吗？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夺取政权以后没有把那些反革命分子通通杀掉，所以他们兴风作浪，在人民当中这个鼓吹闹事儿。另外呢，对知识分子教育的也不好，所以才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毛的想法呢是，这个要加强思想教育。要改变共产党的这个作风、工作作风、思想作风，这样子呢，他就能和人民群众呢想到一起，走到一起。所以这个他们发言以后，毛有一个讲话，所以你看毛的讲话，你就能看出来，他跟这个刘少奇他们的这个看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当然。他不是说中国有这种危险，他一再讲，他说匈牙利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他当然不会发生，这反革命都让我杀完了，地主富农也都没了，反革命分子也都镇压了，这个知识分子也改造了，从52年院系调整到这个批这个胡风，到55年肃反主要是在城市机关。这个知识分子当中，历史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在中国，他不担心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执政党本身。说在中国呢，因为你们看那个一论二论，中共当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的有2种可能，一个是国际上的这个阶级斗争和国内反革命的遥相呼应再一个呢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所以毛认为呢，第一个问题在中国不存在了他确实也是这样，这共产党搞这个真是非常厉害。我这个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跟他们开过一次会，我知道一消息，
1955年呀，中央情报局就把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情报点全撤了。为什么呀？说这共产党太厉害了，啊，进了一个让他逮着一个，进了一个抓一个，代价太大，所以全撤了。后来撤到香港这儿留了一个搞情报的，但后来也撤了。确实是，共产党搞这个肃反呐，搞这个间谍工作这一套确实非常厉害。这个中央情报局非常感叹说我们代价太大，算了，不跟他们玩了。后来我看了所有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报告，都是根据这个公开材料进行分析，当然小道消息也有，主要是在香港。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分析，所以毛认为呢，说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核心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共产党自己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执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题目叫什么呢？就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呢，他就提出了这么一套，就酝酿这么一套想法，要解决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这些人呢，就在开始调整政策，比如这个原来合作化了嘛，合作化后来那个放羊啊、放牛啊都是集体的，刘少奇讲这个还是让私人，说这不是倒退啊，这是经营方式的改变。原来嘛，这个工厂都合了营了，都归了公家了，现在又12月就发了新的指示，允许私人办工厂，你就别搞地下，干脆都上地上来吧。包括对猪肉价格呀等等很多方面，盖房子私人办学校，私人办电影院，在5、6年底的时候又都放开了。就是共产党当中有一部分领导人认为呢，应该通过调整政策来缓解和消除党内外的矛盾，消除执政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来稳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呢，在考虑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得整风。就是他一直认为，这个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很可能会腐化，因为他掌握了权力了，出现官僚主义，这个主观主义，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要不断的整风，要整顿党内的这些不良的风气，改变党员的思想状况。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57年的1月份，他先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那个讲话是后来被很多人认为，就是钓鱼的引蛇出洞的一个走出的第一步，或者是反映了，因为他那是在党内高层的，都是各省委书记嘛。实际上呢，他那次讲话，他确实讲到了一些问题。他比如说，他说这个，哥穆尔卡呀，什么这个匈牙利这么一闹事儿，把中国的一些蚂蚁都给引出洞了，他说你像有些人这个就说这个共产党不好，说社会主义不好，这个梁漱溟啊、张乃器这些乌龟王八蛋都出来了。反正用词非常尖刻，也很情绪化，讲了这么一大通，但是你仔细看，其实他的结论呢是说这些都是极少数的，都是很容易对付的，我可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吗？他说大量的问题呢，不容易对付的问题呢，是在广大干部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和人民群众对立的情绪、对立的状况。所以你看他那个整个文章的这个思路，你不能从里边抓1、2句话，因为毛这个人也是信口开河，这个讲话也是这个五迷三道，有时候让人
不知道他说什么。哎，实际上呢，他重点说的是，就57年1月那个讲话，重点说的是要解决党内主要的问题，就是跟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哎，就是要整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其实8大的时候，就是5、6年的9月份，他已经提出来了，只不过就是提得非常缓和。当时呢，只是说要学习一些文件。那么到这个时候，到57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就不是简单的学习文件的问题了，是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这个请这个党外的人士来批评共产党。那么这个讲话以后，但是这个讲话呢，当时报纸上没登出来，啊，只是因为他是在党的领导人当中的讲话，大概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小消息，大概不足200字的消息，我看了看，说开了这么一个会，毛讲了这么一番话，完了，讲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毛呢不大满意，到2月份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讲话就是最著名的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啊，那个讲话呢就。因为当时呢，就是邀请了很多党外人士来参加这个会嘛，叫宣传工作会议。然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就有很多党外人士参加了。啊，毛的那个讲话呢，就是讲的就更明确，更加这个开放，啊，就是号召党外。给共产党提意见，啊，重申要搞这个双百方针呐，要搞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啊，这个方针其实是1年前提出来的，但是在党内的推行不开，啊，所以他这个讲话以后，跟着3月份又召开一个宣传工作会议，哎，就放他这个讲话的录音，那个大部分都是党外人士了。放他这个讲话的录音，然后大家讨论，最后他这个27号他又出面讲一次，讲的是什么呢？还是共产党要整风，啊，这么一圈下来以后，这个在整个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呢，是2种完全不同的反应。这知识分子当然非常高兴。啊，你看当时的报纸上也好啊，这个后来他们写的日记啊、回忆录，兴奋不已。哎呀，说这毛主席太伟大了，啊，你像那个傅雷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那儿，那简直是出神入化了，啊，那讲出来就是你不得不信他，啊，这个当时这个像张伯钧哇，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到处传达呀，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提意见呐，哎呀，这。你看，当时很多人了，这个非常多，啊，这个回忆录现在这个书出的也很多，大家都认为呢，毛是个明君，你看，他能听不同的意见吗？啊，像李世民一样啊，是吧？兼听则明啊，这当时一般的评论，普遍的都是这样，所以也确实有很多人出来说话了。讲话了，哎，那么这个讲话是不是就是在钓鱼呢？是不是就是在引蛇出洞呢？有一个作家舒伯啊，这也是很有名一个作家，我看他一段回忆录，因为他当时他亲自听了这个报告，哎，他听的这个要解释一下，毛泽东当时讲的这个报告，后来这个毛选上。就是毛泽东文集上刊登那个报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2码事儿，因为他后来改了好几个月，等到那个反右完了以后，他才改完。那个时候你再看那报告，根本就找不着那个当时那感觉了。据他们分析，他原来有一个草稿呢，
后来他讲完了，他是即席讲话。一般毛的讲话都是这样，他拉一提纲，然后写上几点想到了什么问题。现在你看那个建国以来毛文稿上登的很多都是他的讲话提纲。一般后来发表在毛泽东文集上的那个讲话呢，都是他的秘书整理的，根据他的讲话录音整理完了，他再润色一下就发表了。但是我说的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一样，它不是一般的润色，是反复的修改。所以呢，他们中央文献研究室大概有一个人专门写了他这个修改的过程。你要是把他的修改正处的这个过程仔细的看，和整个这个整风转向反右的这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他什么时候需要开放的时候，他改说啊，这个大家都上街，这非常好啊，这个闹事儿是好事儿啊，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官僚主义的问题嘛。等后来反右的时候，他就把这条咵给删了，啊，又加上说现在阶级斗争看来更严重了。所以你不能看那个后来书上登的那个，这注意以后看这个毛国显都得注意这个问题，他不一定就是当时他讲的那个。最典型的就是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你现在学这个没用，它不是当时那东西了。当然，这个东西呢，档案里头有，还不让我们看，就是。那我看的呢是一些当时的人的记录，在各档案馆里都有，但记录呢这就很不准了，那就看这党委书记的文化水平和写字的速度，是吧？哎。也许漏掉很多，那玩意儿也不清楚，哎。不过好歹将来总有一天中央档案馆要开了，他这个原来的原始记录和录音带都有，啊。舒武讲说他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就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是在有意的欺骗人们。就是当时他的语调，他的这个感情，那确实是一种很真诚的，啊，希望知识分子站出来。希望民主党派出来帮他一把。为什么？我看了很多这个材料，我很能理解舒武的这种感受，因为你看那些材料，就是毛提出这个整风的时候，在党内遇到了一系列的阻力，几乎是没有人同意他这个做法。首先说这个整风，这整风啊，这词儿非常不好，是吧？你们可能都没体会，特别是在香港，也没准有大陆来的哈。你要在大陆，特别是在共产党内，一提整风，人就想起1942年了，那就是整人呐。每个人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啊，他的祖宗八代，哎，然后弄个这个肃反队，把你都看押起来，然后写材料弄，那不知道整了多少人。所以共产党当时党的，特别是上层的领导，一听整风，脑袋就大了。他们很反感整风。所以你看毛提这个整风的时候，他是一点一点的往外露。哎，八大的时候说啊，要整顿作风，然后到八届中全会提出将来要搞整风，后来说先准备2年，整个风还先准备2年，啊，这58年以后再搞个2、3年，所以他非常慎重，非常谨慎的。那么党内这些人呢，当然一个可能他们的认识上，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方法不大一样。刚才我说，他们主要是想从这个调整政策方针上入手，来改变这个党内外对立的这种状况情绪，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整个党对这个整风呢是心怀这个余悸，就是很害怕啊。那么毛提出毛的一系列观点，在这个党内传达以后，刚才我说知识分子是欢呼雀跃啊，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有了出头之日了。这个党内一片怨言。因为我最近走了很多省的档案馆，我把当时这个
党内的会议记录、写的报告、给中央写的这个反应和当时这个汇总各地的情况都看到，几乎是从那个省一级吧，省市一级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呢是，他们一般用的都是词是不理解，啊，这个反应慢，啊，这个没有深刻领会等等，这说的比较，因为毕竟是高层领导了嘛，到下层就不一样了，哎，到下层就认为毛泽东这个讲话是右倾的，啊，说这个啊，还有人讲，说什么互相监督。老子革命10几年了，都没人监督，现在革命成功了，还要让人监督我？啊，这很多中层干部他是，你想啊，这个他原来是个农民，穷的没饭吃，跟着共产党拿起了枪杆子闹革命，好容易把这政权拿下来了，他不得坐江山呢？还弄个一个人在旁边监督着，他想不通。还有说这个开放百花齐放，什么能放？这个拥护共产党的可以放嘛，反对共产党的不能让他放。还有这个说的这个说什么的话都有。这个到农村干部，哎呀，就更不得了了。我看一个公社，不是公社，一个什么县里头的一个干部讲。说这个现在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跟以前的感受不一样了。说那个土改的时候合作化的时候，毛主席讲话多亲切呀。说现在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说原来我们把富农、地主都给打倒了，那么现在难道还让他们起来给我们提意见？所以百花齐放，那是贫农可以放，富农不能放。啊，革命者可以放，反革命者不能放。所以很多人啊，包括退党的都有，啊，就是认为啊，说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闹事儿了，把责任都推到共产党身上，没这个道理，啊，谁闹事儿谁就是反革命，哎，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就整个党内的情绪啊是非常激昂的。当然，是不是都报上去了？这个我就不敢讲，因为我现在看搜集的情况呢，基本上这个都可以看到。到底最后给中央怎么报的，不太清楚。但是后来毛泽东呢了解了这个情况，哎，这就到了57年的3月份。你这毛有一毛病，他呀。他老在这个北京城待着，心里不愉快的时候，或遇到什么烦心事儿的时候，他就往南边跑，是不是？你看文革的时候是上上海折腾，是吧？大跃进在北京推不开啊，他也是上个南方。反右的时候也是，他觉得在北京非常憋闷，不得，我这个去南方，然后他就顺着这个。津浦线到天津、山东、南京、上海、杭州走一圈，3月份，走一圈一路走呢，照他自己的讲，就是，就有些话在北京说不出来，这个出来说，就到处鼓吹、鼓动，整风，要整这个共产党，要整这官僚主义，整这些什么，他说你们都是。你们还不如这个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啊，就这么没有气度，啊，就这么没有气量，不敢让人家说话，让他们说嘛。到哪儿都是讲这个，特别是就是因为57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发表一个这个陈其同这个4个人关于这个文艺战线的一篇文章，当时那个很轰动。那篇文章呢是反对这个民放的。是认为呢，这个民放啊没起好作用。说因为当时因为这个民放这个呀，其实这个因为这口号是56年春天就提出来了，那么一直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社会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对过去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当然，文艺界的呢看法提的比较多。
这个陈其同他们4个人这篇文章呢，就是反驳这个情况，说呀，他们说的都不对。说其实建国以来的文艺方针主要的成绩是主要的，啊，都是正确的，大概是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这个《人民日报》发了以后啊，毛泽东很不满意，哎，说这些人的看法不对，啊，但是《人民日报》呢就一直就没有提出对这些文章的这个批评啊，或者类似这样的消息文章都没有登，所以毛呢走一路就很发牢骚，而且特别对《人民日报》不满，啊，因为陆定一陪着他嘛，啊，这个他我第一次讲话。啊，说你们人民日报就发了个100多字的消息，啊，我第2次讲话干脆你们一个字都不登，什么意思？哎，这个陆定一跟他解释说，这个党内是有规定的呀，说这个领导人的讲话是要中央有指示才能发呀，说你这个没接到这个指示，哎，所以一路下来，特别是到了上海，后来到了杭州。到杭州呢，他又把那个周围几个省的宣传部长都叫来了听汇报。到了上海呢，就看了《文汇报》，哎，这个《光明日报》啊，觉得搞得非常好，办的这个很红火，啊，有各种争鸣的意见提的。他说这个《解放日报》就死死板板，《解放日报》是党报吗？啊，很不高兴。特别是在杭州会议，我看那个杭州会议的汇报，大体上人们把这个群众的反应呢都说出来，不是党内的反应都说出来了，所以毛就很生气，很着急。他这着急生气，其实刘少奇也很着急。刘少奇呢也南下了，但是他选择的是京广线。啊，从北京出来到这个保定、石家庄，这个湖南一直到广州走了，也是一路下来讲什么呢？讲这个调整这个政策方针，啊，什么小学生入学的问题啦，工人盖房子的问题啦，复员军人的问题啦，什么猪肉价格的问题等等吧，什么放羊放牛等等，哎，到一路讲这个。所以在这个57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形成了党内，虽然他们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认为当然这个不像有些国外学者说这个刘少奇一开始就跟毛泽东对着干，其实那倒也不是，啊，主要是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重点不一样。我想刘少奇那会儿他也没这个胆量反毛，他认为他的做法是对毛的一种补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解决执政党的问题，解决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哎，所以他认为光搞整风学习那玩意儿没用啊，你不调整政策，他思想再进步，老百姓还是不满呢，这其中包括什么调整工资。后来那会儿又讨论呢，哎呦，把这个什么部长的小汽车给拿掉，警卫员原来仨改成1个，什么干部子弟集中上学取消，就是包括干部本身特殊化，高级干部的那种特殊条件。那后来在这个8届生全会上都有反应，哎，所以他们都在调整，都在搞。但是毛家就不行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还不光党内，这个赫鲁晓夫也反对。赫鲁晓夫一直从这个56年就一直跟他讲说，毛泽东同志那玩意儿那百花齐放那哪行啊？说您还说毒草也可以放出来，说毒草在我们这儿产都来不及呢，那会儿你再让它放出来，那不社会就乱了吗？所以。在国际这个共产主义这个阵营当中呢，人们也不支持他的谁呀？都是哥穆尔卡，什么铁托，都是在他眼里看的是修正主义的那些人支持他，所以他觉得特别别扭。都是匈牙利闹事儿的那些人，因为我到匈牙利去啊，什么他们讲那个菲佐夫俱乐部啦，什么那些人，
哇，一听中国百花齐放，说你看毛主席那是真正的民主啊。所以回到北京以后，4月9号当天晚上，他就拿《人民日报》开刀，把那个胡乔木叫来，说这个《人民日报》原来我说他是书生办报还是政治家办报，错了，现在就是死人办报。说人民日报是故意跟我找别扭，啊，他是有异己倾向，这个己就是共产党。哎，邓拓你就告诉他不要再干了，我早就说让他走人，明天你告诉让他走了。后来就把邓拓给开除了。邓拓人家原来是总编嘛，这个胡乔木本来还想解释解释，后来一看毛这个盛怒之下，他也不敢讲话，赶快回去通知他们，马上第2天早上发一篇文章，什么叫什么继续展开鸣放什么什么，就大概那么一类的文章，然后第2天早上就拿给毛，你说你看《人民日报》还是有改变的，哎，就是这样，毛这个当天还是把这个邓拓叫来了，邓拓这个乔木，还有王若水。因为当时王若水起草的那篇文章叫来，毛还是大发雷霆，哎，骂了一顿，哎，骂又给他们轰走了，然后他就召开了这个政治局的会议，17号到19号开了3天，但这3天会讲的是什么，现在看不到材料，因为这个。地方档案馆只有这个会议以后传达的这个文件，如果要不传达，就没了，就没记录。这个会议，当然有一些，据我所知有大部分政治局会议是没记录的，因为毛不让记录。哎，你不是文革的时候那个杨尚昆出那个事儿。因为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呢，他说你政治局会议开完了老没个记录，将来我们整理一个东西，他没凭据啊。后来说那会儿60年代，后来发明了录音机了，说干脆给录个音吧，得成特务了。文革的时候说他这个特务，但是可以看出来，这3天呢应该是讨论整风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会议结束以后，19号形成了一个文件，就是党内要开始整风了，就所谓党内整风文件。那开始呢，这个文件还是说的比较什么呢？比较平淡一些吧。哎，但是后来又追发了一个20号又追发了一个文件。那就说的比较严厉了，就是要鼓动全党开始整风，原来说的是呢，说是58年这个开始，57年准备，58年开始，然后搞个2年，后来发的文件就是5月份就开始，半个月以后就开始。毛为什么这么这个迫不及待的要搞这个呢？我想是跟他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整个思想是这个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为什么突然提前了？原来是因为他觉得阻力很大，党内都反对啊，可能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毛这人有一个，你看他这个个性当中有一种，你越跟他顶着干，他越要把你弄下去。哎，所以我想，从他回北京以后那几天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9号到19号。当然这个里边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看不到材料。总而言之，在19到20号的时候，他决定提前整风，而且呢，公开号召开门整风。因为原来说的是共产党内自己整风，他文件上也是这么说的，说是这个欢迎党外人士参加，你这个不参加自愿退出，自愿参加。所以这个后来经过他修改，最后这个决定这个文件呢是5月1号，5月1号要在全党
这个要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出来，啊，但是4月30号他又召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呢主要就是除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以外，他把这个请了几十个那个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参加，讲什么就讲一个问题，要开门，就希望你们都来给共产党提意见。哎，他说这提得好，提意见好，他不搞运动不行，光学习这个不会解决问题，3年2年解决不了的问题，搞一次运动1、2个月就可以解决。啊，毛是特别爱搞运动，啊，这个思想搞运动，啊，经济也搞运动，大跃进是吧？人民公社也搞运动。总而言之，他是觉得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这什么事都好解决。所以他就在这个整风指示发出去之前，已经开始在动员这个党外人士参加开门整风，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同时也有个讲话，他跟党内讲的是整风还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啊，这说明他们2个人的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这样子。这个5月1日，这个人民日报把这个整风党内整风指示公开公布了以后呢，整个社会，整个这个包括党内的系统就开始这个全面的整风运动。那今天讲吧，大概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个这个样子，是不是留点时间咱们可以讨论讨论？